今天开始去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，门票期限是4天，今天第1天。Hello， 我是北京老刘，我现在在张家界的公园，这里是世界自然，门票238，但是里面还有一些索道。张家界的门票是不含索道和电梯费用的。第1天直接坐天梯，路上有非常多的猴子。现在去坐百龙天梯，这是世界最高的户外电梯。坐这个电梯需要自费65块钱。现在到了百龙天梯的入口处，游客不多，基本不用排队。这个电梯是垂直的，300多米，开始的一段是在山体中，大概几十秒后就可以看到电梯外的景色了。现在电梯露出了山体，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了。第一次看到张家界的奇峰怪石，还是非常漂亮的。这个电梯起的作用就直接把游客从山脚下直接拉到山顶，用时只要1分钟，费用需要65块钱人民币。如果你不舍得花这个电梯费，你也可以自己爬上来。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1天是玩不完的，所以至少需要2天或者3天。第一站我们先去袁家界。袁家界是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里比较著名的一个区域，也是《阿凡达》拍摄取景的很重要的地方。这是乾坤柱。好高啊！这一个乾坤柱就大概有500多米，这就是哈利路亚山的原型，阿凡达哈利路亚山。那边那一个那个大石头像4个人侧面，有的以前就是老板那些蓝色版的4个人是大伟人叫他摆一个大家看过阿凡达吗？现在蓝版4个人头可以这个就是原型。吃个大餐，现在红版。这是天然形成的天下第一桥，可以看得出来吗？你走在桥上，天下第一桥也是袁家界这个区域比较著名的景点，全都是树木。袁家界基本玩2个小时足够了，然后坐摆渡车去杨家界。这个是杨家界的自然长城，因为杨家界有些景点还在维护中，所以我们又坐摆渡车来到了天子峰。袁家界、杨家界、天子峰都是山上的景区，所以都可以在山上玩一下。这3个景点之间都有摆渡车，如果你想省缆车的费用，可以把这3个山上的景点1天玩完。那边还好啊。天子峰这片群山的景色还是不错的，但我感觉如果是云雾天气会更美。因为这个门票是有4天的有效期，我准备云雾天再上来一次。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非常给力的，基本算晴天。我有个红色的豆豆吗？
这里面有很多山峰都有命名。现在还属于疫情期间，所以游客不是很多，拍照就比较方便了。目光好厉害！这里是仙女散花，看你们能发现不能发现啊？仙女献花，其实有点像猴子拜寿，还提盖头。准备下山。一般在山上玩2到3个景点就要1整天的时间了，所以下山呢可以爬下去，也可以坐缆车下去。天子峰这边的下山缆车价格是72，这个缆车还是挺漂亮。一个人一个车厢。下山坐缆车的风景还是挺壮观的，所以72块钱的缆车费也算是比较值。但如果你一天玩不完山上，第2天再来还要负担缆车费用，因为毕竟爬山还是非常辛苦的。这个缆车的高度也不低，在群山中缓缓下行。但如果是下雨云雾天气，外面的风景就看不见了。缆车的最下面一段全都是郁郁葱葱的森林，还是挺好看的。这是我在森林公园第1天的行程，在上面玩了3个景点：袁家界、杨家界和天子峰。下了缆车之后，还要坐景区内的大巴车，坐到公园的门口。这个大巴车里人非常拥挤，而且都是站着。终于下了大巴车，太危险了。好，第1天的森林公园行程结束，明天继续进入张家界森林公园第2天行程。最后放一段天子峰的无人机航拍。好了，我是北京老刘，明天继续给大家献上张家界的自然风光。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门票有效期是4天，这是第2天进公园。我们从南边的另一个入口进去，这个是森林公园的入口。昨天我们坐缆车上山，逛了3个景点：袁家界、杨家界和天子峰。今天我们继续坐缆车上黄石寨，然后走金星十里。现在开始坐缆车上黄石寨，缆车75块。这是山顶黄石寨。黄石寨是张家界比较早开发的景区，是阿凡达第1取景基地。山上的猴子好多，非常机灵。我们一直都在黄石转流的。对，不同的群体，他可能喜欢看
黄石寨山顶可以走一圈儿，一圈下来1个半小时。香药都带着。对，还有一个清火的倒还好。我那个车厢里面零食放多了。各种各样的奇峰怪石，非常漂亮。现在开始下山，我们准备徒步下山。徒步就可以省掉70多块钱的缆车费。我天哪！你看带着孩子你就怕蹦。现在我们来到了金边溪，孩子掉了。到现在我都记不清那个。金边溪是张家界山下的重要景区，非常凉快。整个金边溪要徒步将近3个小时。群山之中，小溪流淌，两边都是翠竹。金边溪属于比较悠闲的，慢慢的散步，也不用爬山，不算累。可爱的小猴子，特别好玩。这猴妈妈也不喂小猴。现在到了金边溪的终点，这里比较开阔，可以戏水。从这里再坐景区的交通车去十里画廊。十里画廊大概要走1个小时左右，有小火车，30多块钱。小火车又是38块钱。我们没有坐，徒步进去。里面最著名的是3姐妹花，还有老人采药。这是今天的最后一站，今天走的是黄石寨、金边溪和十里画廊。最后我们用无人机拍了一段黄石寨。Quiet and tired and mean, looking at a worried sea. Try to make you 好了，这 mad 是我 at 们 me. 进入张家界国家森 Over 林 the 公园的第2 phone, 天， red 明天继续 eyes 进入 and 森 fires 林公 and 园， times, taken 希 by 望 an 能遇到更好、 nursery 更 rhyme. 魔幻的天气。 I wanna make a ray 谢谢 of 关注， sunshine. 下一期 Never leave home. 继续张家界。今天是第3次进入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。今天天气有点雨雾，应该能看到云海。从天子峰坐缆车上去，75块钱。今天不用再买门票，还是有效期的。上到了山上，果然有不少云雾。远处的山峰隐隐绰绰的，完全是晴天，感觉要好看。这个是玉笔峰，很形象，看那好几根儿，像是放在笔筒里的玉笔。下面的云雾、云海很漂亮。
Hello， 我是北京老刘，我现在在张家界武陵源，云海之中，美如仙境。来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。一大早上来，游客还是比较少的，所以拍照非常的方便，确实很漂亮。美极了。这个是天子山这边的，很多漂亮的山。这边有很多的观景平台，大概在天子峰这边可以游览2个小时左右。离天子山不远，还有很多点将台一些景点。这个是云中花园，可以看到远处的百龙电梯。接下来我们继续去袁家界，路上还有不少的观景台。你确定要淋吗？我已经好久没有。这个也是空中花园，很特别的景点。这就是百龙天梯，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整个百龙天梯的全貌。天地合一，天桥天色。这个是天下第一桥，这已经到袁家界了。这个是观景台。现在是下午，游人越来越少了，所以拍照很方便。接下来我们再去乾坤柱，去乾坤柱看一看哈利路亚山。这个就是乾坤柱哈利路亚山，阿凡达的取景地，悬浮的哈利路亚，非常高啊，将近500米。张家界的山确实太漂亮了，我觉得国内可以跟黄山比的张家界是一个。再做一次百龙天梯。接下来我们再坐电梯下山，电梯又是65块钱，就是刚才看到的百龙天梯。界第一梯百龙天梯。潘多拉太远，张家界很近。大家刚刚游览过的袁家界风景区，就是阿凡达哈利路亚山的原型山乾坤柱的所在地。我们正对面的那一大片拔地而起的石峰林，由48座相继独立的石峰聚集而成。凌空出世，他们或是一群列队候命的神兵天将，所以被称为将军列队。它是张家界地貌峡谷峰林风光的典型代表。各位来宾，第一次运行过程中，出了电梯，眼前群山环绕，非常漂亮。今天感觉整个天气非常给力，无人机拍的也非常漂亮。我感觉张家界还是有点云雾更漂亮。张家界是可以用无人机的，所以用无人机拍起来非常漂亮。再看一眼哈利路亚，非常壮观。这是航拍的，欣赏一下。这是进入张家界森林公园的第3天，接下来我还要继续在张家界旅游，因为这里面非常大。这是航拍的，看到桥上的我们3个人。明天继续张家界
大峡谷、玻璃桥，献给大家更壮观的景色，敬请关注。我已经结束了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3天之旅，花费700多。今天继续张家界之旅，去张家界大峡谷，也就是著名的玻璃桥。门票219，直接坐景区交通车，一站就到了桥上。现在有很多的浓雾。著名的大峡谷玻璃桥。看看啊。Hello， 我是行走世界的北京老驴，我现在在张家界的玻璃桥。门票也贵，整个的大峡谷玻璃桥219，也就是这人物又散了。现在山上的浓雾慢慢散开了。这个季节游客还是不多。擦一块，那我白来了这玻璃栈道。这么看上去，玻璃桥非常壮观。这是从半山腰看玻璃桥。现在准备下到大峡谷谷底，徒步大概要2个小时。从峡谷往上看玻璃桥，峡谷中还有瀑布。峡谷景色还是非常棒的，峡谷要哇，好凉！蛤蟆爬进拍让你漂亮。这峡谷中的河里的水太绿了，非常漂亮。咱俩水上还有一层薄薄的烟雾，像仙境一样。太喜欢这个大峡谷下面的景色，感觉比玻璃桥还要漂亮。峡谷看这景色多漂亮，特别特别的绿。这个是土匪洞，原来剿匪都要在这个洞里住着很多土匪。穿洞而出。
这个大峡谷底下要大概徒步将近2个小时，一路上景色都是非常的漂亮，个人觉得值得来一次。对，219除了玻璃桥，还有这个大峡谷，景色还是非常。大峡谷徒步的终点就要坐船了，从这里坐船去到出口，所以整个219的门票也包括最后一段坐船的费用。张家界大峡谷离武陵源车站大概有几十公里，坐车15块钱可以到这里。今天一整天的张家界大峡谷之行结束，接下来准备继续张家界周边游，还有去黄龙洞。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，支持我，还有更精彩的旅行带给大家。也欢迎大家咨询、评论、点赞。我是行走世界的北京老刘，现在正在国内旅游。张家界的黄龙洞，门票124。黄龙洞离武陵源公园不远，坐1路公交就可以到达。黄龙洞票价124。在这个张家界，这算稍微便宜点的。进入公园的景区，还是有一些山水的风景。走10几分钟就可以到入口。整个的张家界风景都还不错，黄龙洞位置也挺好的。在这里要统一由导游带领进洞，导游都是义务服务的，为大家进行1个半小时的讲解。现在开始进入溶洞。这个溶洞有上下6层，其中有水溶洞，也有旱溶洞。我们先简单看一看。然后我们先去水溶洞，水溶洞在地下1层。现在开始坐船。水中的溶洞路线不是很长，坐10几分钟。感觉这个水溶洞主要是个水道，里面的钟乳石不是特别的多。主要打了一些灯光。这个灯光投射的效果还是挺好看的。下了船，我们往上爬，进入最重要的龙宫。楼梯还是挺多的，好多层。现在开始进入龙宫。龙宫是整个黄龙洞最精华的部分，有上万平米。龙宫的大厅非常大，
我们走过去看一看。龙宫里有上百个各式各样的钟乳石柱，各种形状的。这里面确实很漂亮，是黄龙洞的精华。黄龙洞也因此曾经被评为过中国最美的溶洞。这个是黄龙洞的镇洞之宝定海神针。这个定海神针高度非常的高，两头粗，中间细。据说为了怕这个定海神针折断，为它上了上亿元的保险。这里面真的美轮美奂，犹如天宫。我们现在往外走，1小时结束。现在的游览时间是1个半小时。总的来说，黄龙洞还是非常美的，但是国内的溶洞很多，尤其是贵州的，所以如果去过贵州的溶洞，比如织金洞，可能就不觉得黄龙洞有多美了。但是如果没有去过溶洞，黄龙洞还是非常值得来的。1周的张家界旅游结束了，期待我的下一站吧。